欢迎各位来到《奇葩说》，我们是贤者 Club。欢迎我们今天的压轴大神李宇春。今天呢，春春再一次跟我们这个《奇葩说》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从来没有过的这个表演赛。今天是4季的奇葩之王来对阵我们的4大导师。那么大家知道，春春不仅是在音乐上，包括在这个电影当中跟很多的这个男神合作，所以也有人说他是这个男神收割机。比如说这个《十月围城》当中有梁家辉、谢霆锋，对不对？然后《血滴子》里面是黄晓明，《澳门风云》里面有周润发、刘德华，哎呦我天，《摆渡人》里面有梁朝伟、金城武等等，所以在合作过这么多的男神里面，谁最让你有再合作一次的冲动？小明吧。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上一次在跟他合作的时候呢，他手上握了我很多穿古装的睡照，所以我其实是怀恨在心，很想再一次跟他合作，然后要报复。要报复，要睡回来。奇葩说也有一些男神，比如说像罗振宇老师啊，马东老师啊，康永哥呀，何炅大人呢？这是群众的意见，我就不拒绝了。如果让你来选一个人来组作品里面的 CP， 你会选谁？高晓松老师吧。在座的有4个，你选了一个没在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此刻我只能依靠他的这个身躯来避开这个坑了。拿他垫坑。我对你的审美开始有了一些怀疑。那如果是要跟高晓松老师长相厮守，你愿意吗？长相厮怎么样啊？这个厮吗？我觉得一个托付终身的问题，可能需要多一点的时间吧，思考。你不用思考，因为高晓松可能给不了你那么多时间。来，谢谢掏出来搞事情的拍照黑科技小米手机独家冠名我们的奇葩说。同时，真的要谢谢这一季，我真的是喝了好多，而且就是忍不住的，你知道，一听到精彩处就忍不住拿出一罐。所以呢，这一季我也吐了很多真言啊！感谢奶后吐真言的纯真酸牛奶，谢谢。接下来，亲爱的朋友们，有请我们的4位导师下去吧。每一个视死如归的历程，你总要留一些事情去交代身后，对不对？我心中最牵挂的就是何老师，别忘了帮我念这些广告。来。哎呀，好宽敞啊！春春，你怎么近看远看都那么好看？我看了看左边吧，我再看看右边。哎呀，这个位置也很舒服。我跟你说，平时我们5个人、6个人，对，6个人挤在这儿，很局促的。我现在可以大跳。哎呀，舒服。好，原来从这个角度看，议长大人这么讨厌啊！那看我们春春呢？太漂亮！哎呀，第一次看到康永哥的全体啊！春春，我想问问你啊，像这个《奇葩之王》是4季，就是精英中的精英，可以这么说啊。
而导师呢，也是人中精华。这样一场辩论，人中那不就是鼻涕吗？人中这一代的精华，你真的是。鼻涕那叫人中精华液。好，那个像这样一场对决，你先从个人看热闹的心情，你希望谁赢？无所谓啊，就是只是不嫌事儿大呗，是吧？对。我个人希望导师输。那个秋晨，你是在保释期吗？保释期。怎么了？你怎么穿成这样就直接从号里出来了？哎呀，秋晨有代沟，他不懂我们二次元的文化。哦，有代沟。所以马薇薇，你是在做兼职吗？薇薇跟全林老师这俩肩膀，嘿，互相对着。没有，我本来以为这的确只是露肩装而已，看了薇薇才发现其实不是。谁跟你们辩论啊？你们自己想想，你们4个辩手，我们4个都是从电视台出来的，一块做一个节目，谁跟你们辩论？像二郎腿啊，还像二郎腿，拿小的急了。我请反方端正态度。从电视台出来的你，今天也是辩手，对吧？啊，我们先来。我今天就旗帜鲜明，站在正方了，好不好？好。来，各位，请看今天的辩题是：小时候我们最忍受不了父母的关心连珠炮。长大后，我们却也忍不住对孩子进行暴雨梨花般的攻击。任何人都不能影响你考试的成绩，不能影响你考试的心情。曾经我们最看不惯对领导点头哈腰的人，可是后来我们却也成为满口胡言的马屁精。领导的表情就是我的心情，领导的嗜好就是我的爱好，领导的亲人就是我的爱人。年少时，我们坚信爱情就应该花前月下，风花雪月，但后来我们却在爱情里互相抱怨。为什么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总是不在我身边呢？你怎么就那么忙啊？然而，我们无可奈何，却不得不面对。人生真是讽刺，一个人竟然真的会变成自己曾经最反感的样子。我们经常说，你以后会变成你最不喜欢的人。我变成一个我自己不太喜欢的人，但是我没有办法，我调整不了。你说这叫做成熟，我说这叫做死了。我们最后变成自己讨厌的那种人，到底是不是一件坏事？听说这个房间是平日选手们排兵布阵的房间，为何我等沦落至此？难道我们真的要跟他们打吗？他们4个一鞠躬，我们一鼓掌就结束了算了，为什么要辩论？我跟你说，马老师吧，就是出了名的会打岔，你知道吗？表演赛，别人可能在赛，他真的会表演。他真的是一个心机 boy。我们这样中盘认输，前2遍说完了，咱俩一认输就结束了。哇，所以我不会打，我还要脸呢。我这也能卖出去的咸鱼 APP， 以及玩的不够大，别喝美年达的美年达果味汽水的大力支持。那么在开始之前，我先想请我们现场的100位观众朋友来做一个起始投票。大家想一想，如果你觉得是坏事儿，按红键；如果你觉得不是坏事儿，按蓝键。各位，请选择。3、2、1。好，59对41。好，接下来我们请导师来用你们的小米手机来展示你们的直方。来，好严肃。我们先问问看，我们今天的嘉宾春春好了。在这个问题上，你会站在什么立场？我们都将会慢慢的变成我们讨厌的人，你觉得这是一件坏事吗？
我觉得如果是单纯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是未必是坏事。但是我目前的阶段还行走在，我们一定会变成我们讨厌的人吗？还在想这件事情。对，为什么如果真的会变成讨厌的人，并不见得一定是坏事呢？因为我们讨厌的人可能有方方面面的，并不是可能你心里面最痛的那个点，所以我觉得，老师们可能有的变。OK， 好，那我特别要说明一下，我们这一场表演赛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且不安排专门的2排发言的时段，所以可以随时奇袭。奇袭几次都行吗？规则没有规定啊。能奇袭自己人吗？还是？我现在有一种掉到老虎笼子里的感觉。那这样，导师一人只能奇袭1次，好吧？我们可以放弃我们奇袭的机会啊，但是我们可以插话。就是什么是奇袭的定义，由我们来定。奇袭的牌子还给你。哎呦，厉害死了！我觉得呢，在议长大人拥有最后1秒钟权威的时候，议长大人已经宣布了今天是一场没有规则的比赛，所以从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呢，我们就再也不听议长大人的了。就跟你们之前听过我的一样。到第4季最后1期，都有人往议长大人脸上扔东西了。我今天旗帜鲜明的保护我们的各位奇葩，好吧？春春，你看着办。那我就站在老师这一边。好，少数先发言，所以是正方。正方一辩是我们秋晨，欢迎秋晨。什么破比赛？什么破比赛，对吧？还有什么破题目？丧得要死。但是穿了丧服来的。对，我穿了个丧服哈。这个题目呢又很适合我，因为它特别丧。但是你想想，对于一个丧人来说，这世界上有什么事儿不是坏事儿吗？对吧？辩论上面有3段论嘛，所有的事儿都是坏事。成为自己讨厌的人是所有事中的一件事，所以成为自己讨厌的人是坏事。论证完毕喽。好，请坐。没有，认真点说哈。因为这个题目真的很简单，成为自己最讨厌的人是不是一件坏事？当然是了，对不对？你讨厌霸凌的人，你以后要去打人吗？你讨厌那个作弊挤兑掉你的人，以后也要作弊吗？你讨厌那些有钱人让你高攀不起，你以后也要对人爱理不理吗？当然不是了。我们为什么要成为自己最讨厌的人？为什么要成为坏人嘛？对不对？这当然是坏事儿。我想了很久，这个很奇怪，整个题目给我感觉很奇怪。我想来想去，有一种解释，就是我们并不是真的成为了我们讨厌的那种人，对吧？好多时候我们讨厌自己的父母，可是终有一天我们也会为人父母。我们讨厌那个教育我们的老师，可能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别人的老师。但是这里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不是我们讨厌他，他是个好人，我们不讨厌他。我们讨厌他身上的那一点点的缺点。我们讨厌一个仁慈的父母，不过是因为他啰嗦我们；我们讨厌一个有钱的人，不过是因为他在显摆；我们讨厌一个上进的人，比方说我经常很烦建标，是因为他逼我开会。我们不讨厌他，我们讨厌他身上那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小缺点。可是你为什么最后一定要成为他的全部呢？你为什么不能分辨一下他身上到底哪里好哪里不好呢？为什么你要全盘接受，去成为那样一个引起你不愉快的人呢？你当父母的时候，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你有钱的时候能不能谦卑一点啊？你上进的时候，你能不能一个人自己好好上进啊？对啊，能不能啊？你一个人就好了。对，能不能嘛？所以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去分辨那个人身上到底哪一点讨厌，不要讨厌这个人。
对吧？罗老师作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的时候，我相信他也骂过不少的臭奸商。可是他现在自称臭奸商，你们以为他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吗？没有，没有，他只是个商。我就讨厌。是啊，可以讨厌自己啊。集齐吗？都集齐了。那你的机会用完了，我跟你说。难道你真的以为我只有我们讨厌他吗？还有我自己都讨厌他自己，有什么可聊的？没有，有一点哈。罗老师到处说挣钱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合法挣钱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他为商业正名，对吧？可是他为臭正过名吗？他为奸正过名吗？他没有，他说自己是臭奸商，只不过是去自嘲而已，他没有成为他自己最讨厌的人，你们都被骗了，对吧？所以你怎么知道？好。所以这是第一点，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成了最讨厌的人，没有。但是如果你真的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的时候，是不是件坏事呢？当然是，当然是。原因非常非常简单，就是你居然成了其他人。这点你居然成了别的人。不管你是成为你小时候好喜欢的那个人，还是你小时候好讨厌的那个人，你都成了其他人。你自己呢？你自己在哪儿呢？你会弄不明白，你会弄不明白说，生活不是说好了有无限的可能性的吗？不是说好了大家一起要做不一样的烟火的吗？为什么到了最后，我们居然就这样，只能在我们见过的那几种人中进行选择，而且如此之丧，选了最讨厌的那一个？这不是一件坏事吗？主任，你说完了吧？没有。别再嘻嘻他了，你们也不能一直插话吧？对呀，好吧，没关系。我们好贵的，不说话他怪我们的。哎，大王，你真的是请康永哥来，是你请的还是我请的？对不对？你们现在连2排都齐席。大王，我给你牌子，来，臭奸商，臭奸商，臭奸商。好了，很快啊！刚才气氛明明挺好的。多煽情啊！那个。来，哎，冷静。刚刚说的特别好，说的很好。你想想你刚才说的是什么？被你这么一说，想不起来了。来说好了要做不一样的烟火，最后都只成为了仅有的几种人，而且很丧的成为了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议长大人这么会变，自己来变吧。你现在连议长都要气，什么意思啊？哎，好了，真的就是最后我们终于成了其他的人。哎，音乐起得好，终于成了其他的人。有什么问题呢？可能会有人问，我就成了其他人，我怎么了？对吧？是的，我不想评判其他人的生活方式，其他人的生活方式都挺好的，真的，而且大部分人都比我这种丧不拉几的要好。可是你知道人家的生活方式唯一的问题在哪儿吗？它不是我自己选的，所以到最后，我终于过上了上进的、健康的生活之后，我终于成为了我父母想要求的其他人家的孩子之后，可能我的父母看着我说：“你这样挺好的。”可能我的朋友无奈的叹气说：“你这样也好。”可是我自己会对自己说：“这样不好，除非我年纪已老。”辩论就辩论，干嘛这么恶毒？你不打到我这么多次，我有这么恶毒吗？我宣布，目前反方仅剩全力老师还有奇袭的机会，而且罗老师用的奇袭的方式是说你自己讨厌你自己，你自己不讨厌你自己。罗老师的奇袭方式，你怎么知道？我就是讨厌我自己，一点没有技术含量。
议长大人，我觉得真的还是要有规矩啊，咱们还是不要随便插选手的话。来，开始吧。稍等，马老板，我想问一下，这个规则在反方一辩发完言之后还会微调吗？那到时候再说。这个时候咱们都问一问自己的良心。你良心不会高。人家发言的时候你插话，你没有礼貌。好，我们反方一辩是谁呢？反方一辩是在下。方勇哥一辩啊！在我站起来成为辩手之前，请容我先以导师的身份讲一个我对于本届的冠军的一个感想哈。就是我心里面特别开心，是因为请坐没有问题啊。我心里面特别开心，是因为前面3届奇葩说虽然号称奇葩，可是我们选出来的奇葩王，毕竟名门正派，就是少林、武当、华山啊，所以都是江湖上的名门正派。所以这些人当上奇葩之王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呀，这个武林中的名门正派果然不可撼动。可是我自己看金庸小说的时候啊，我很喜欢这些什么《碧血剑》里面的金蛇郎君啊，桃花岛的黄药师，我很喜欢这些自我研发出来的这些江湖意义人士啊，所以这个奇人异事的这些案例，所以我就在想说，无三不成理，我们已经有3届是名门正派的辩手了，所以第4届的奇葩王来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背景的人，我就觉得说，这表示只要你努力，不管你是狐狸还是白蛇，都能修炼成精啊。成精了，所以这个达到了我们这个奇葩2个字的期待，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因缘巧合产生的。然后我特别高兴，是因为你这一季这么努力，你如果不努力得不到，所以你努力就证明了邪魔外道也能够有修炼成精的那一天。这个是我觉得，当你下一届奇葩大会要找人的时候，很多邪魔外道就得到了信心啊。对，他知道他有一天会修成正果的。但是万一来的都是邪门外道的，别麻烦着。那时候这些名门正派就成为邪门外道了，你们就要好好修炼啦。是的，好，所以这是我的一点感想。那我讲完了，我要变成辩手喽。好，容我到春春旁边去沾一点吉祥之气。还要从你这沾点。我就在这边，你不用管我啊。我在这边一方面威吓一下黄志忠，看起来像对方辩手。你以为只有你会说来吗？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我们终究有一天会变成我们所讨厌的人，这是不是一件坏事？我方认为这不是一件坏事。我们活成了我们所讨厌的样子，是我们活错了吗？我告诉你们，不是我们活错了，是我们讨厌错了。我们这个讨厌呐，一点道理都没有，所以讨厌错了。如果你们听完了，觉得我们的确讨厌错了，那这就不是一件坏事，这根本就不是一件事儿。北方话说这不是一件事儿，这就不是事儿啊！天上飘过5个字儿，这都不是事儿啊！这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天底下的事儿都是坏事，如果都是坏事，那就都不是事儿啊。所以怎么会搞出讨厌错这件事情呢？很简单，就是我自己常常在想，人是不是矛盾的啊？我就请问贵队辩友，你觉得人是不是矛盾的？人是矛盾的，矛盾吗？矛盾，分人。你这狼心狗肺的家伙，前面3个都矛盾，到底在分人呐？邪魔外道。刚才一瞬间，康永哥在找能砸的东西了。一个文人要动手了。我原则上觉得人是矛盾的。我知道刚才罗振宇说讨厌自己的意思，就是我常常看着镜子想说，我怎么一下这样想，一下那样想，我可不可以一致一点啊？前后一致，昨天跟今天可不可以一样一点？不行，我就是一个矛盾的人。然后我知道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自己很矛盾。我们人为什么矛盾？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我在想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的像一个小动物一样？它喜欢在森林里奔跑就奔跑，喜欢把自己喂饱就吃饱，想睡觉的时候就倒下来睡觉，这样就不矛盾了嘛？可是我们人身上呢，很不幸，有2个东西，我们有动物的那个部分，又有人的这个部分，这是我们矛盾的来源。我们有动物的那个部分是什么地方看得出来呢？在婴儿时期最明显。从婴儿长成一个大人呢，哎，你们不用一直点头，你们可以奇袭我，你们可以嘲笑我的哈，就是。你们这么乖，害我们刚刚显得很无赖啊！所以，家里头有婴儿的人都能够认同，婴儿很原始。婴儿出生的时候大哭，然后肚子一饿就大哭，然后你喂他吃饱了他就睡觉，就这样。他生存下去的目的就是如此，他要长大。所以婴儿是最接近动物的状态。然后呢，他一步一步的长大成人。所以一个青少年在看婴儿的时候会觉得好可怕哦，这么没教养，就是肚子一饿就大哭，然后奶瓶一塞进去就安静，这是什么东西啊？哈！可是他知道，因为青少年身上开始产生非动物的部分了，他有了人类的部分，所以从动物长成人的过程当中，他的动物性还在，可是慢慢的要跟他人的部分开始争夺，开始斗争。而人向往的是什么事情？我们怎么分辨动物跟人？比方说，我们会觉得人喜欢美，我们会觉得人喜欢文明的东西，我们会觉得人喜欢成就感，我们会觉得人喜欢一些抽象的思考、幸福、爱情、被别人记得，这都是我们人类很珍视，而动物并不存在的感情。动物倒地一死，没有想说明天谁会记得我。动物不想立一个墓碑，在上面写着“此地长存一个热爱音乐的人”啊。然后动物也不在乎，爱情里面的这些嫉妒啊、脆弱啊都没有，它就是交配，然后繁衍后代。所以，其实从婴儿长成一个大人，是从一个动物慢慢的变成人类，然后越老，人会越在乎这些人的我的存在感、幸福感、成就感。以及是否被人所记得。所以贵方辩友在跟我们聊什么事情呢？贵方辩友在跟我们聊的就是我们所讨厌的事情是在我们动物时期所讨厌的事情，而我们变成人类之后，我们却以这个价值标准来检验我们自己。你的讨厌有何道理？你回想我们儿时，我们喜欢什么？我们看我们喜欢什么，我们就知道我们讨厌什么。所以你看小朋友喜欢的东西，糖、傻傻的卡通，然后睡懒觉，不要学习，怎么舒服怎么好，躺地上最舒服，那就躺地上啊。然后这个吃饱了就什么都不要做，不要洗碗，最开心。这就是我们喜欢的事情。有一个来自你吗？他的气息，他啊。我在认同，你真的认同吗？这个部分还好。我怕冷落了你。OK， 你选择这个位置很难不冷落我。那我就到你那边去一下。我好不容易看到你全体，你又给我一个背。所以呢，这个从动物转成人类的过程当中，我们采用的标准应该要转化。而现在各位跟我们聊的是我们小时候讨厌的事情。这个讨厌不会没有意义哦，这个讨厌是有意义的，它只是没道理而已。所以有意义的事情很多。我们为什么羡慕青春？青春的乐趣最大的是什么？青春的乐趣最大就在于我挥霍它，我不在乎，因为我不知道我拥有的是最珍贵的东西。青春的真谛就是无知。青春之所以爽，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对于自己拥有青春不知道，我们对于青春转眼即逝不知道，我们对于青春转眼即逝之后再也回不来不知道。然后我们对于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是一个无知的状态。你要用无知的时候所讨厌的事情来作为标准，衡量你后来知识丰富之后所面对的人生跟世界，我觉得它肯定会出了一个落差，是你会造成自我的困惑又说不明白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两边现在在讨论的这件事情。所以青春的无知包括我们对于世界的无知，我们对于人生的无知，以及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于自己的无知。我们是靠着一步一步长大，我们认识了何炅，我们认识了马东，他们每一个人都会帮助我多认识一点我自己，那是朋友的意义。然后我们成长了，我们更认识世界，我们知识变丰富了，就不再是那个无知的人。我们回头去看啊，我们无知的时候所讨厌的这些事情，虽然有意义，可是多么的荒诞啊！我变成了那个样子，是一件坏事吗？不是一件坏事，恭喜你们长大了。我其实好想七夕，请，给你，请。老师，我只想问一下，难道我们小时候讨厌的事情都是错的吗？小时候，因为我觉得有的是非观或者有的价值观不会因为长大改变。比如说，我从小就讨厌说谎的人。啊。可是你小时候是如何辨认谎言这件事？妈妈说我不饿，这个东西给你吃，这是谎言吗？好，谢谢。你有本事别走啊！你给我5分钟，让我想起怎么回答你们再走。讲完就跑，耍帅。好，不好意思，我刚才很失败的奇袭了对方。可爱可爱。我发现我奇袭之后，蓝票又多了。我恨你们。来，潇潇，你不要管他刚才怎么夸你啊，他那都是战术。如果我表现不好，我觉得才对不起康永哥吧。好，加油，加油。好，你先别着急，你衣服上那是谁呀？一个摇滚乐手。现在又可以插话了是吧？哎，不要打断我啊！你又奇袭我啦，烦人。我觉得康永哥刚才说到一个词儿，我觉得非常好。他说我们小时候都是无知的状态，这让我想起一句话，叫“无知者无畏”。我觉得小时候可能是无知的状态，可能是什么都不害怕的状态，但是慢慢长大了，我们变得怯懦了。我们开始害怕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开始害怕别人对我们的眼光，我们开始害怕自己做一些事情做不好。但是，你不觉得小时候那个无知的、无畏的那个小朋友，才是我们喜欢的那个状态吗？才是我们追求的状态吗？现在畏首畏尾的这个人，才是我们讨厌的那个人吗？然后康永哥刚才说，孩子像动物嘛，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成人更像野兽。而且康永哥说，你小朋友，你没有明辨是非，可能没有明辨是非，或者不知道如何区分好和坏。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孩子的眼睛其实是最能分辨好和坏的。相反，我们长大了，我们可能遇到一些事情，我们妥协了，就像小片里面说的，我们变得喜欢阿谀奉承，慢慢的。这些其实不是像康永哥说的，是用知识改变的，其实是被环境改变的。我觉得知识可以教育一个人，但是很难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在我看来啊，我觉得环境更容易改变一个人。好，你们可以鼓掌。这道题呢，我们讨厌的人最后。我们最后都会变成自己讨厌的人，是不是坏事？其实这个句子里呢，最吸引我的是4个字：最后都会。我觉得最后呢，其实是意味着这是你命运的终点，没有转折；而都呢，是意味着每个人没有例外。我特别害怕看到这样的句子，就是好像告诉我
你命中注定一定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你一定会做一件什么样的事，这件事情是我不能接受的。就好像康永哥刚刚拿我举例，说我是邪魔歪道，已经有3个名门正派，你看邪魔歪道不也成了奇葩之王吗？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一个句子里有人告诉你最后都会的话，我觉得你要小心，因为这一定是一件坏事。谁能够窥探真理？我们大家都不是上帝，所以从这个词上，我觉得如果我们最后都会变成一个我们讨厌的人，是一件坏事。然后我想跟大家讲，最后了啊，我以前呢最讨厌的人。之前最讨厌的人，是我的3位前辈，3位奇葩王。为什么？因为我没拿到。那为什么我今天成为了他们之后，我觉得是一件坏事呢？因为累。你讲得很对，真的很累。长大是一个很累的事情。不要点头，不要点头，都是坑，分人。好了，那我们轮到我们反方的2辩，来，全林老师。全林老师值得肯定，目前为止都保持了风度，特别好。我只是不太会耍无赖而已。我内心想变成耍无赖的人，我做不到。哎呦。这样显得我很卑鄙啊！我觉得这是一种技巧和能力，我没有掌握而已。这样我就容易接受了。那个，我们先讨论一下关于丧这件事情啊，能配合我一下站起来，对，把背露给大家大大的丧字。一个人怎么会变成一个丧的人呢？一个人变成一个彻底丧的人，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对所有的好心情和好事儿都讨厌。那么，如果他变成了他终将讨厌的人，这命题一转，就是他会拥有所有的好心情和好运气。一个人变成了有好心情和好运气的人，是一件坏事吗？我不理解这个事情。第二，如果我们终将都成为我们讨厌的人，这是一件坏事吗？一般辩题里不会出现绝对的肯定，比如说终将都，它代表的不是一个事实上的全部，因为没有任何选题可以说事实上的全部，它代表的是一种人在年轻时候的恐惧，每个人都有过。说等到我们长大的时候会变成那样吗？那等到你稍微年纪大了一点之后，你可能会问自己说，我现在是我年轻时候讨厌的样子吗？你会问。拿到这道选题，我就问自己了。我问来问去，我觉得我挺喜欢自己的，我不讨厌。好，那我倒回去看，我就在我的头脑里去做了一条时间隧道。咱们奇葩说4年了，这个时间隧道就4年，我穿回去，穿到4年之前，有一个4年以前的我，通过这条隧道，哗啦，看此时此刻的我，他不知道过程，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他会什么感觉？我突然觉得4年前的我，看此时此刻的我，3个字：惊、疑、恐。总之，这个我不是那一刻喜欢的。要不是他就是我的话，我必须得说挺讨厌。为什么？3个很重要的标志。第一个，每天跟人谈钱；第二个，成天跟人开会；第3件事情，穿成这样。所以你想，那我回过头来，我们再来说这3件讨厌的事情。每天跟人谈钱。4年前的我为什么会讨厌这件事情呢？因为第一，我不需要想钱的事儿，在原来的平台上干活，钱有没有钱，有多少钱干这活，我不需要想。更重要的是，钱这事儿在当时我想了也没有用。
跟我没关系。那现在呢？第一，每天跟人谈钱是我的本分，投资人嘛，就该跟人谈钱。第二，钱这事儿想了有用。所以你们看，我那会儿讨厌钱吗？我不讨厌钱，我只是讨厌谈了钱而没有用。我讨厌谈钱，因此我变成了我讨厌的那个人吗？没有，我原本就是那样的一个人。长大只是让我发现了自己而已，而发现自己不能是一件坏事儿吧。第二种情况，开会。我原来真心讨厌开会，我一直不明白，像我这样自驱动的、干活利索的人，为什么要在一个会议上浪费2/3的时间，听那些跟我毫无关系的事情？我极其讨厌。但是回到现在，我为什么热爱开会呢？因为我作为领导，我一个人要面对好多人，开会就是最节省我的时间、最有效率的事情。所以好，4年前和4年之后，什么改变了？位置改变。你突然会发现，位置改变了之后，一个人好坏的标准是会改变的。如果好坏的标准改变了，谈什么是一件坏事儿呢？就是标准变了。第3件事情，我穿成这样，因为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说，无论是跟人谈钱还是开会，是我主动求变，而有很多的变，似乎是被迫的，被环境、被别人逼成了那样。但穿成这样，我也是被迫的。那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成年人世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叫做只要你想得到什么，都是有代价的。我想在这个舞台上让大家喜欢，这就是代价的一部分。这就是成年世界的标准。就好比说，你拿2块钱去买了一个苹果，苹果很好吃，你很喜欢，但你钱包里一定会少2块钱。你不能一边吃着苹果，一边拿出钱包说，少2块钱，我们的钱包里终将少到2块钱，这是一件坏事啊。这个逻辑不通啊，我不能接受。还有，如果4年前看今天，我会觉得这个女人在这样一个舞台上胡说八道，是一个哗众取宠的事情。但是我今天要站在这里，别说4年了，就是这一季奇葩说，我得说，我觉得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自己。为什么呢？我们拿一个简单的事情来说，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在坚决捍卫这个社会多元观点的人。在我原来的工作里，在我长期的人生观当中，我都这么想。但是到了奇葩说之后，我觉得这一部分是有改变的。在我捍卫多元观点的原本的我其实捍卫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叫做我不同意你，但是我捍卫你的存在。其实暗地里隐藏了一句话，叫做跟我不一样的人，我不用看得上。我捍卫你的存在，但我不用看得上。好，所以我来的时候抱着一种这样的心情，叫做我是带着海量的数据和事实，带着明确的逻辑和真理，我希望能够说服你们。如果不能说服你们，至少让你们听见。我带着这么一个伟大的理想来的，我觉得说特别重要。但是一季奇葩说之后，我觉得听才重要。我把我心里的那个强大的想说服你们的心完全的放下了。特别是最后2场的时候，我心里没有藏着任何我的观点，我等着你们给我惊喜，这样翻过来，那样翻过去。所以我现在这个多元观点叫做，我不同意你，但是我欣赏你的价值。哇，4年前的我，通过时光隧道看现在的我，也许会充满了不理解和不喜欢。
4年后的我通过这条时光隧道去看4年前的我，我理解。而且我特别感谢一件事情，就是那会儿的我可能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但是我保留了一个特别珍贵的事情，叫做好奇心和开放的心态。如果我一个40几岁的人还在允许自己不断地变成其他人，那你们为什么那么着急就去确定什么是讨厌的事情？哇，厉害！棒！太棒了！讲得那么好，然后他跟我们说听最重要。老师，我跟你说，我就是一直带着听最重要的心，结果他们跟我说要你毛用。没错的。我听了一季，你知道吗？我觉得好开心。议长大人啊，我们可不可以自己奇袭自己？因为小朋友们都刚刚放了狠话之后，要让我们腹背受敌，就大家都这么乖，我们觉得很尴尬。我要反驳啦！我要反驳啦 ！OK， 就当奇袭嘛，好不好？你要拿出奇袭的本事来对他。哎。他现在是这样的，我觉得现在导师们呢，就是有一种感觉，就觉得如果你们就一定要真正一直都是属于这种特别乖巧的辩论方法，就显得他们特别不是人。要求我奇袭，这种要求我真是头一次听过。有请全林老师。全老师啊，你说你现在更会听了，更能理解别人了，更欣赏多元的价值观了。那我问你一个问题，那等于你成为很多人吗？你更能理解一个人，等于你就成为了这个人吗？不能啊。对。所以您讲的理解、开放、包容，都是指我允许别人成为我最讨厌的人，甚至我不再讨厌他，但不等于我成为我最讨厌的人。不是的。我们回到我们刚才那个思想实验当中，是4年前的我看现在的我会觉得挺讨厌的，而我们这道题的本真在于，这是年轻时候对未来的恐惧。我回过头去看，其实没那么讨厌。其实是这样。那也就是说，当你觉得自己没那么讨厌的时候，你才能成为这样的人。你自己也不能一边讨厌着自己，一边成为那样的人，是吗？讨厌是以前，讨厌以后的恐惧，而不是现在讨厌现在的自己。好的，我的问题问完了，谢谢。其实没太听懂。我会在陈词的时候解释这件事。好，来，我们欢迎薇薇来。其实刚才我奇袭全林老师那个点啊，可能康永哥和何老师都觉得，有点没太听懂，你干嘛非要问这个呢？理解了，包容了，你不就成为了你最讨厌的人，还接受了他吗？不是，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人叫做我道不同不相与谋，但我尊重你的选择。刚才全林老师也提到了，我没有同意你，但是我认可了你的价值。所以全林老师全篇的论述在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人长大了会变得很包容。废话。为什么这是一句废话啊？有的人越老越不包容。因为人长大了会变得很包容，不等于你愿意成为自己最讨厌的人，因为你再包容也会有你讨厌的人，并且你不愿意承认他。我现在知道一个人如果是什么感觉啊？我可不要回到那边去。如果一个人能包容自己讨厌的人，那他爱的人又有什么价值呢？哇！我们来解决一下康永哥说的事情，人性战胜动物性，那意味着什么呢？人性必然是好的，动物性必然是坏的。好，那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心里都觉得自己是人嘛，对不对？但人性都是好的吗？人会阿谀奉承，动物会吗？人会说谎，动物会吗？人会残杀同类，不为了饱腹，我仅仅喜欢杀本身，动物会吗？人性未必都是好的，人性不是纯善的，人性到底本恶还是本善，没人知道呢。现在这件事儿，所以动物性输给了人性这件事到底是好是坏事也不知道啊。所以只能说你长大之后判断跟小时候不同了，但不能说你长大后的判断就一定是对的，小时候的判断就一定是错的。
对。好，所以我们已经解决了刚才对方辩友所说的那些问题。对方辩友所说的问题其实都有逻辑问题，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会支持他们？因为令人感动啊！我们要长大呀，我们要接纳呀，这些都是对的价值观，但是跟本辩题都是无关的呀。现在我来论证一下我们方辩题。你想想，一个人原来很讨厌另外一个人，后来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成为了他最讨厌的那个人，这个中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儿吧？你没有想过这个中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儿吧？比如说，我最讨厌有话不直说的人，忽然有一天我变得说话特别婉约了，你们会不会觉得我私底下被谁教训过了？是吧？比如说，你是个特别懒惰的人，你本来就想随便找份工作，过个平平安安的小日子就算了，忽然有一天你去创业，过得贼振作，每天都不睡觉，会不会是你们的家庭发生什么变故了？又或者说，你从小到大最讨厌那种巧言令色的人，忽然不知道哪一天你就变成公司里的马屁狂魔了。这会不会是因为中间发生了一些让你委屈、让你不服、让你咬牙跺脚说老娘豁出去了的事儿？请问这中间发生的事儿会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好，会是坏事儿，会是坏事儿。你知道我们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所以刚才康永哥有句话我很同意，成长不是好事儿啊。所以你们说的成长，你们说的变化，你们说的包容，都不是好事儿啊。明白吗？人为什么会成长啊？因为当个小娃娃怎么样啦？不行了。没有人愿意抱你了，没有人为你找食儿了，这个时候你就会逼自己长大吧。如果没有外界的压力，谁不想永远当个天真的孩子呀？所以长大是一件被迫的事情，而被迫的事情有没有可能是一件好事儿？不是。但很多人，我知道你们可能会说，不是啊，可是我变得更成熟了。那你就要论证，成熟也是一件好事儿啊。可是成熟是一件好事吗？成熟只是一件让我活下去的事儿而已啊。我们再接着想一个问题，一个能让所有人都快速长大的社会，一个能让你变成你最讨厌的人，你还得甘之如饴的社会，到底是一个好的社会，还是一个坏的社会呢？我觉得索马里的孩子，战乱地区的孩子，他们长大最快。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一些图片，就是小小年纪7、8岁就拎起了枪，10来岁就已经上过战场杀过人了，他们成长的最快，他们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被屠杀的人最后变成了屠杀者。但是这种是因为社会的问题吧？你能说他们所存在的社会是一个好的社会吗？不是吧？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让每一个人都学习自己有兴趣的东西，都应该让每一个人去做自己有兴趣的工作，也应该让每个人长成自己一开始小时候做梦就说我要当科学家的那个样子，而不应该由生活将他们不断的琢磨。如果这个社会在建造的是一个又一个螺丝钉，而不是人本身的话，那我想问一个问题，这个社会是好的社会还是坏的社会？而如果逼着你变成最讨厌的社会是一个坏的社会，你凭什么会觉得你生活在这个社会里是一件好事儿呢？很多人说我还是觉得因为社会这样教育你，对，因为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因为我们没有力量把生活改变，我们最终都会变成自己讨厌的人。如果有一件事儿你最终要去做，你不得不去做，请问你催眠自己这是件好事儿还是件坏事儿？你当然催眠自己是一件好事儿啦，这是对方的整个逻辑啊！你总要长大的，你总要成熟的，你总会被社会改变的。如果你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儿，你知道他们的潜台词是什么？你还该怎么活下去啊，孩子？
我10000个理解对方，我10000个理解对方，甚至我们在进行价值倡导的时候，我会体恤对方那样。为什么？因为生活的重担把你压弯，因为生活的刻刀将你雕琢，因为生活的潮水向你压来，你会理解那些在海底沉睡的人，他们的不得已，你会成为他们的一员。那个时候，我允许你自我催眠说睡在海里挺好的。可是，如果你还有一丝清醒，如果你还有一丝勇气，如果有一个瞬间你觉得自己还年轻，还能跟生活磕1秒钟，我建议你想一想，这是件坏事儿。也许我们可以抗争一下。好，好厉害，特别好，很棒。因为大家都很守规矩，所以我决定守规矩。议长大人，我可以提携他吗 ？OK， 好，来，哦，小事情。刚才你讲到说，当天下的小朋友都说我要做一个科学家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让这个社会变成一个让他们长大之后可以自由地发挥天性，而成为一个科学家的世界？我有听到这句话，我有没有听错？不一定每一个小朋友都说要科学家，但是他们一开始立下的誓愿，就算改变，也是因为他们的喜好变迁而改变，而不是因为这个社会说呸你不配而改变。你觉得有多少小朋友小时候说过我要当消防员或者太空人？我觉得蛮多的。对，他们后来没有当消防员跟太空人，是因为这个社会给了他一个耳光，说呸你不配，还是因为他比较认识自己了？我觉得很多真的是社会给了他耳光，告诉他你不配当消防员。是这样的，你知道考消防员有多难吗？是。我知道当太空人也非常难，所以要经过很多的考验。所以很多小时候我们之所以许愿，我们将来要当太空人或者是消防员，可能是因为当时我在看某一本书，或者我听说了某一个故事，而不是因为我对我自己很有认知才许了这样的愿望吧。不是，其实人被迫认知到自己的无能，恰恰是命运的残酷。你给了我这样的梦想，你却没有给我这样梦想的能力。所以不是社会赏了他一个耳光，是命运告诉他你就是做不到。所以我的整体理论是2层的：第一层，社会是无情的；第2层，命运是无情的。无情不表示是坏事，对吧？不，如果你生活在无情的社会和命运之中，就是一件坏事。我的立论比秋晨更悲观，我觉得人成长就是一件坏事。我认为无情不是坏事，我认为虚假的滥情给别人虚妄的想象，那才是坏事。谢谢。不是说好的是表演赛？马东老师，我觉得显得我们前一段好轻浮。马东，你表演，我们赛。来，欢迎马东。我决定跟你们好好相处，所以你们也不会打断我，对吧？分人。好，这样。马威我就不说了，因为省得他奇袭我。我给自己留点活路。秋晨，你不要说话啊！秋晨刚才告诉我们说，秋晨刚才告诉我们说，马威帮我奇袭他。说你们的立论是不是一件坏事嘛？对不对？他有一句话，他说：“你就我们是一件坏事，你们不要说话。”你说反了。没有，我说反了才需要你不要说话。是这样的，他刚才说了一句话，全场鼓掌，我也没听明白。他说：“如果不那样，你就成了别的人。”对，这事儿特奇怪，就是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小时候讨厌那样子，后来你那样子了，你就成了别的人吗？我小时候就讨厌胖。我特别讨厌胖，
但我还是我，这才是悲剧。我要是能成为别的人，就没这么悲惨。哦，让我们听到了一个故事，就是考古学家发现了曹操墓，里面有2个棺材，一个是成年人，一个是小朋友。人们问小朋友是谁，考古学家说那是小时候的曹操。什么鬼？什么鬼？不对，曹操墓里只埋了1个曹操。哦，对不对？对。所以无论你变成什么样，你还是你。好。哇哦！潇潇跟我们说，他喜欢无知者的无畏，因为那是他少年时候。不是的，我们真正喜欢的是潇潇这样的，有知依然无畏。为了赢他这种瞎话都说得出口啊！好，我只是在潇潇有知这件事撒了谎，他的无畏是有目共睹的。这是刚才你们聊的事儿。我们题目是什么来着？我们题目是我们终将成为我们自己讨厌的人，是一件坏事吗？我们说不是一件坏事，这是咱们的立场吧。我来说说讨厌啊，就这道题目为什么不是我们都终将成为我们憎恨的人，是一件好事吗？你不会想这个问题。你终将成为你讨厌的人是网上流传的一句话，因为它触发了每一个人的思考。但为什么我们终将成为我们憎恨的人是一件好事吗？这句话没有流传开，因为不需要。我们终将成为与自己不共戴天的是一件好事吗？你不用问，你直接看病就行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终将成为我们讨厌的人会触动大家，是因为它存在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非常大。我们老说讨厌，讨厌，什么是讨厌？我说的是讨厌，潇潇说的是讨厌。这太讨厌了！我跟你讲，讨厌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什么意思？我人生当中啊，你们看我这么随和，我人生当中没有讨厌过任何类型的人，真的。我一生只讨厌一种人，就是长得帅的。他们太讨厌了。为什么？因为无论你有其他任何优点，我都可以努力。比如你说你有钱，我也可以挣啊。然后你有才华，我也可以学呀。我就算学不到像高晓松那样，但是我看看他那张脸，我会说报应。对吗？人家不在你七七八八。对呀，你这七七八八都没法回应。但只有一种人是真讨厌，就是长得帅。你拿他没办法，而且追不上。我只讨厌这种人，但是我说我讨厌那个的时候，是我达不到，对吗？你在你单位里面，你讨厌心机，你会不会有一点是达不到啊？因为你达不到他所得的好处。你讨厌绿茶，你这时候往你的左手右手看一看，有没有绿茶？所以
如果讨厌这个词儿有这么多不同的情景和情境，那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局限在这个立论里呢？我们审视过讨厌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吗？我们审视过讨厌随着时间变化也会变吗？所以讨厌，你嘴里的讨厌是经不住时间考验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道题目叫什么来着？终将成为。你知道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是我听罗振宇老师的《得到》中间有一个薛兆丰的经济学讲座，特别浅白，却又很深刻。他讲到经济学研究的是什么？经济学研究的是事与愿违的学问。为什么？因为事与愿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心理预期。因为我们希望好人有好报，我们希望坏人受惩罚，我们希望犯罪的人被抓到，但世界不完全这样。所以我们所有人心里面对于事与愿符有一种巨大的惯性。我们会发现事与愿违是一件天理难容的事儿，但很可惜，经济学告诉我们，天下发生的事与愿违的事儿太多了。薛兆丰老师底下留言里面讲到一个例子，英国殖民印度期间，眼镜蛇太多，毒蛇，所以他们要把眼镜蛇干掉或者数量降下来，就悬赏，谁杀的眼镜蛇多，就给谁奖励。一条蛇比如说卖多少钱，就你可以政府来收购。结果是什么？眼镜蛇更多了。为什么？因为家家都在养眼镜蛇。所以这就是一个政策出现的时候所得到的结果，是事与愿违的。所以整个这道题其实是一个事与愿符还是事与愿违的话题。你只能站在一个时间节点上去想象这个话题，你没有办法去跨越，或者你可以想象跨越。那个时候你必将遇到讨厌是什么？我会是谁？我永远这样吗？因为那时候你站在了时间的长河上。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眼光去看待这道题目。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即便你变成了你讨厌的人，你还可能会接着变。马薇薇刚才问孩子啊，你怎么活下去啊？活这个字儿是3点水旁的，它是流动的。什么叫活着？就是你还会变化。厉害！我从小就喜欢《红楼梦》。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告诉我们，《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扯，怎么可能呢？它名字都叫《红楼梦》，它不因为写油盐酱醋和家长里短，它就是现实主义作品。曹雪芹在整部《红楼梦》里最喜欢的是什么人？姑娘，对吗？他最讨厌的是什么？婆子。所以姑娘要写死，因为只要她还活着，她就会变成婆子。哇！贾宝玉喝多了，走进了一个房间，发现了一副对联儿：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好多人都知道。他说我不在这屋待着，俗气。
我要睡秦可卿那屋。我怀疑他一直就是想睡那屋，只是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借口。但是为什么这句何必讲呢？你就忍不住要讲这件事。但是为什么他会讨厌世事洞明皆学问呢？因为这就是《红楼梦》的价值观，它是人生的一个片段，因为它把这个片段淋漓尽致的展现，所以它才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有一个好消息，你还有一种选择，就是世事洞明，却不以世故待人，你能活下去。以上。哇！来，执中。帅！好，来，我先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讨论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讨厌的所有东西，大家都谈的都很轻。哦，讨厌什么呢？讨厌胖，讨厌满口钱。刚才马老师说讨厌帅，马老师还特别把这个讲出来，就是把讨厌的东西他都讲得很轻，他还特别做个区隔，讨厌跟憎恨不一样。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怕我们讲很重的东西，对不对？他怕我们讲真正很重的东西，他在做一个防线，额外在做的第二条防线叫什么呢？憎恨跟讨厌有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讨厌的这些事情真的可能会发生，可能性很大，咱们才讨论；那种不可能的，不讨论。我讲一些可能会发生的，我们也讨厌的，而没有那么轻的。家庭暴力，对不对？小时候看父亲打母亲，说我以后我不要成为这样的人，这个是讨厌。长大了以后，家庭暴力的这种轮回有没有可能会发生？很有可能会发生，并不是危言耸听。多年媳妇熬成婆，我当媳妇的时候，受婆婆折磨，想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也是人家的女儿。长大以后，熬成婆了。这种事情有没有发生？常常发生。重男轻女，很有趣的，重男轻女里头的受害者是什么？是女生。可是当她长大了以后，好多重男轻女的都是妈妈，是婆婆。他们活成了自己当年最讨厌的人。而我搜寻刚才前面所有老师所讲的话语里，我找不到什么话能够帮他们辩护。你要告诉我什么呢？因为你当年讨厌错了。人是矛盾的，青春无知，你长大了，标准会改变嘛？这是得到一些东西的代价。哦，你发现了你自己，你要用哪一句来为他们辩护？哇，厉害！还没完，成为自己讨厌的人，他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我们看过历史书，受压迫者一反身就可以是压迫别人的民族，对不对？受侵略者一转身，他就可以侵略别人。我们要告诉你的，不是成为自己讨厌的人是一件坏事，它比坏事更糟糕，它是一个悲剧，它是一个悲剧，是一个关于人的悲剧。人有什么特色？刚才马维已经提了前半段，我帮他接后半段。人是一个必须心安理得的物种，所以我们非常善于将自我的处境合理化。事实上，我们这一辈子都在干这件事情。一件东西，无论你有多讨厌，
只要你对它无能力改变，那么久而久之，你为了摆脱心中那种无力感，你为了希望每天晚上睡觉能够心安理得，你就会试着说服自己，这没那么糟，这没有那么糟。不好意思，我讲接下来这句会很重很重，只是因为我心里很想讲。有些受侵害的女孩子，她为了让自己不要让自己相信这是侵犯，她会告诉你，我其实是爱上了对方。哦，是这个样子。人自我合理化处境的能力就是可以这么强大。这是悲剧，自己写就的悲剧。因为我不这样想，就像前面说的，我晚上睡不着觉，我会自责，我会觉得自己变坏了。有没有办法能够让我避开这一切的情绪？有，只要让我相信我没有变坏，我没有变糟，我就可以摆脱这一切。而刚才1到3遍都在提供这种方法，对不对？都在提供这种方法。可这个方法有没有穷尽？有没有极限？有。我们刚才举的某些例子，让你听到说我真的很难在为这种事情洗地的时候，你就可以意识到你碰到了那个极限。在不碰到极限之前，你就会想，对呀，只一场误会嘛。这就是第一种自我写就的悲剧。而第二个，它还是一种轮回的悲剧。悲剧最悲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悲剧会制造悲剧。这悲剧不会停的，它不会在某一代人身上停，也不会在某一个人身上停。你知道，《笑傲江湖》，不好意思，我超爱讲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里有一段，他讲的是人我行。人我行，东方不败，对不对？两个人不用我讲，人我行就骂这个东方不败，说东方不败这个地方作威作福。折辱老弟兄，对不对啊？这个王八蛋，他找了人啊，我这个令狐冲啊什么什么的，把东方不败干掉之后，他再次成为了日月神教的教主。小说上怎么写？教众纷纷来对帮主呢新的教主磕头跪拜，人我行马上站起来说不必多礼。刚站起来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他以前在教众当中是以兄弟相称，无非抱手啊，一拱手，不用跪拜。可是刚站起来，想到当年东方不败篡我教位，无非是怎么样？无威不足以服众。想来是我过去对人太过仁厚所致，所以讲到一半就坐下来，那一跪他受。后来教众再纷纷跪拜的时候，站都不站起来了。令狐冲那时候呢，已经退到门口，隔着远远的看着人我行，接受教众一批一批的跪拜。他心里问什么？这上头坐的是东方不败还是人我行？有什么区别？人我行，他找到了解释这不是坏事的理由，他就坐下了。你们努力也找得到，对不对？我还喜欢蝙蝠侠。蝙蝠侠有一个特色，在所有超级英雄里，他是极少数不杀人的。他不杀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是暴力的受害者。啊，我们都知道蝙蝠侠怎么来的，砰砰2声。所以蝙蝠侠不杀人，他不要变成自己最痛恨的人。他可以私刑，他可以成为一个暗夜的执行正义者，他可以去监听，他有最后一点点，因为他所干的所有事情跟坏人几乎没差别的时候，他有最后一点点说区分我跟你，我不杀人，我没有变成我最讨厌的人，我不杀人。小丑说什么？小丑杀人。在《黑暗骑士》的这部电影头，小丑说：“来，杀了我，对不对？杀了我，因为我要跟你证明，你跟我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躲在面具之下的那个扭曲者。我们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都不择手段。只是我不择手段的是做坏事，你只是不择手段的在干一件你以为的好事。他说我不一样，我不杀人。不，来，你能够到什么极限不杀人？我把好几百个人绑架在游艇上，只有我能救他们的时候，你只要杀了我，他们就能救。杀不杀人？杀不杀人？他一直在逼他这一点。我相信，蝙蝠侠杀完小丑之后，他也一定可以找到怎么样？心安理得的理由，对不对？太好找了，对不对？可是呢，然后呢？接下来的日复一日的每一天，蝙蝠侠怎么看自己呢？他没杀人，这是他唯一的差别。我相信在蝙蝠侠心中有一个最后的恐惧，就是也许我跨过这条线之后，在某个暗巷，我为了阻止犯罪，小丑跟小丑女砰砰两声打死之后，旁边有个小孩，他看到我不能让任何的事情轮回，所以我们会鼓励谁？我们会推崇谁？我们会推崇的不是那种觉得算了嘛，这不过就是人生，对不对？算了嘛，这不过就是成长，所以呢，无所谓，我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我就跟着轮回一起走。不，我们推崇的是跳出轮回的人。当黑人欺压白人的时候，黑人的民权领袖带着黑人起来。当你掌握权力之后，他们说：“那现在轮我们欺负白人了吧？我们有权，而且呢，以道理来说，我们也很有正当性。”他说：“不行，我们不干同样的事。”当你这样说的时候，搞不好黑人弟兄都不会原谅你，对不对？以前他们欺负我们这么狠，你现在要我们放下来，不行。而这个人才伟大，对不对？而再然后呢？这个悲剧还是荒谬的。什么叫荒谬的？刚才前面的几位他们在讲悲剧的时候，他们用了一个技巧，叫做搞不好你小时候讨厌错人了，对不对？他们的说法叫做我讨厌错人了，我的讨厌是会变化的，我有朝一日是会发现我自己的。想想一件事，你讨厌一个人，你憎恨他，你不爽他，然后你长大发觉我当年讨厌错人了，跟自己取得了大和解，你以为这完事了？人家是不是很倒霉？对不对？我白受你讨厌这么多年了。你想想看，比如说，如果今天张老师，你就是最讨厌某些做摇滚的人，讨厌过很多年之后，你终于发现人家当年没有错，是我讨厌错了。于是你跟自己取得了大和解，他呢，他在等着新一任的张老师继续讨厌他。我们的讨厌难道没有外部效应的吗？我们的讨厌不会让某一个人心碎，我们所发出来的某一个讨厌的文字，某个抱怨，我们在旁边跟人家碎碎低语的时候，我们的讨厌不会伤人吗？然后现在你说不好意思，讨厌错了，不过这不是件坏事啦，我至少找到我自己了。他呢？所以也许你之后发现当年讨厌错人了，你就欠他一个道歉。可是你来得及跟他道歉吗？来不及了，对不对？事情也过了，对不对？伤害也造成了，对不对？那你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认知到这是一件坏事。不要这么轻易的原谅自己。人是善于自我合理化的，人是善于原谅自己的，人是善于轮回的动物，而这一切就叫做悲剧。你知道悲剧最悲的是什么吗？如果对我而言，什么叫一件坏事？一件坏事最糟糕的，不是这件坏事被做成了，而是他居然取得了好事的名义。一个坏蛋，我小时候以为他们最大的胜利是打败了好人，不对，坏蛋最大的胜利是他居然自居为好人。帅。这件事情到底错在哪里？错在你把一个悲剧，为了你的心安理得，
逼着把它当成喜剧看。你看着自己的改变，看着自己的媳妇，看着自己现在的老婆，看着曾经的伤害，你看着看着，笑着笑着，觉得这应该是个喜剧啊，这不是坏事啊，我只是找到我自己了。你看着看着，眼泪就下来了。为什么会哭呢？一定是因为这个喜剧太好笑了，对不对？一定是因为它太好笑了。好爱演啊！大家好爱演呢。对啊。哎，你们不齐席吗？我没有，我觉得多争取2分钟时间吧。没有要齐席，我想跟议长告状。你说他是笑面虎，因为我刚刚在他那边演讲的时候，我每次看到他，他都笑着点头说，然后他就把我讲的每句话都记下来反驳。你没注意他笑的时候，他笑的时候是这样的，手一直在。我现在知道你们吃他的亏是什么感觉了。我们错在把一场非常其实是高手过招的辩论，我们误以为是其乐融融的表演赛。你发现没有？他把我们的悲剧当成是喜剧。是他把我们的喜剧当作悲剧，我们显得更悲剧。哎呀，好，笑到都落下泪。现在回想起来，康永哥刚才还特别走到执中身边，显得好傻。好，最后是罗老师的发言，他的位置很重要，您去哪儿说？我就站在我的位置上。哦，刚才在我们那个休息室里，我问马东，我说如果对奇葩说好，这场我们应该输还是应该赢？他说导师阵营应该输。然后我说好了，心里有数了。但是这是真话，因为我也听到了，我在旁边也听到了。然后马东跟了一句：“不要输得太难看。”哎呀，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先请教一个问题：执中老师是第几届奇葩王？第三届。第3届。祝你们幸福。刚才奇葩说第3届奇葩王指责我方一个问题：你们避重就轻，说什么帅，说什么自己的一点意念的变化，说真正的那些最可怕的事情，家庭暴力，自己从一个屠龙的小孩变成一条恶龙。好，我们不妨把执中老师的这个逻辑接着往下推。我们借用张泉灵的那个时光隧道，10年后，我发现罗胖、罗振宇在深牢大狱，妻离子散，堕落不堪。我变了，这能是一件好事吗？第3届奇葩王把我方推到了这样一个境地。他在讨论堕落，我以为他把你推进大牢了。过瘾了吧？这足够不避重就轻了吧？但是江湖名门正派的缺陷就在这儿，它不如邪魔外道的地方就在这儿。贵方便有新晋奇葩王，给你上了一课。他告诉你，本辩题最重要的4个字是什么？叫都会变成。哇哦！终将变成。所以，个别发生的不是全称判断的堕落，
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哇！我们要讨论的是每个人身上都要发生的事儿。你会有家庭暴力吗？没有。你会变成恶龙吗？不，我说没有的意思是我没有。你会自我合理化所有你的劣迹吗？会。我相信你不会。所以特别怕他说你所知道。他说这个节目正在变化，恭喜你新晋奇葩王，你找到了本场辩论的要点。别信。我知道，我知道。马薇薇小姐是第几届奇葩王？第一届。第一届。不好意思，你也输给了她。马薇薇在讲一个问题，她这一刀真的是致命啊！她说所有成长都不是好事儿，那怎么变？不好意思，这也不是本话题。因为成长是一个什么过程？是一个种子，所有包含的信息逐步展开的过程。当一个花朵说“我喜欢盛开，我讨厌凋零”，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这取决于你自己的价值观。你讨厌你自己，你跟谁都说不着。比如说，我喜欢很帅，我喜欢不胖，我喜欢不死，我讨厌死。这就是你自己啊！你从一个种子包含了所有的逻辑，只不过在时光中你逐步展开而已。你喜欢成长还是不喜欢成长，见仁见智。这种话题，你懂的。老司机，这种话题是不会放到辩论赛当中的。所以今天很不幸啊，需要一个结辩的人来正本清源。我们在讨论什么？这个题目在讨论什么？3个条件。第一，我们正在讨厌的事儿。第二，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的事儿，没有人逃得掉哦。不是什么堕落，有人不堕落的哦。第三，不是什么我从价值观判断我就说成长很坏，不是，是每一个人身上会不一样，程度不一样，方式不一样，会出现的这个结果，这叫终将发生的。我再重复一遍啊，是一件你讨厌的事儿，是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的事儿，是每个人发生的程度和方式不一样的事儿。这个事儿我们通常称之为叫成长。无一例外，请注意，我不是在使用辩论技巧，把本辩题转化为一个褒义词，来试图暗度陈仓。成长还能是坏事吗？对，成长有可能无是无非，不好不坏。比如说，在大多数人身上都会发生，年岁越大，你的口味就越重。年轻的时候爱喝糖水，年老的时候爱喝酒精，没好没坏，这也是成长。所以成长的本质不是提高，不是向好，成长的本质是变得复杂。成长的本质是变得更复杂，复杂嘛，当然就掺杂进来一些你原来不喜欢、不讨厌的很讨厌的东西。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个人是怎么成长的。我们自小读书明理，我们自小做作业听老师的话，我们和挚爱的亲人生活在一起。这个过程大概有10几年，这是人类这个物种非常独特的一个阶段。你从来没有见过动物有所谓青少年时代，对吧？人类有幼态持续，为什么？就是要给你一个很长时间的教育期。
完成什么任务？完成你主观世界的建立的任务。基本上，你走进世界之前，你当一个年轻人之前，什么叫是非，什么叫善恶，全部这些词儿你全有了。一个像蹦蹦这样的小女孩儿，哪儿呢？参加奇葩说没有任何问题，所有的词汇她全会。更年轻的女孩也可以，主观世界建立完成。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人在跟年轻人说话的时候，很快会陷入叫理屈词穷的状态。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主观世界能描述的更多东西，但是我知道你不对，所以老人到最后只能颤巍巍地说：“你活到我这岁数，你就懂了。主观世界是完整的了，是非善恶，对方辩友刚才坚持的一切，在你走进社会之前全部坚持。然后呢？然后有一个词儿来了，叫成长。成长的过程是什么？请注意，下面这句话特别重要。今天我就是变输了，这句话也重要。成长就是你主观世界遇到客观世界之间的那条沟，你掉进去了叫挫折，爬出来了叫成长。哦，我们再来定义一下成长。成长就是遇到一件事儿，你无法接纳，然后你哐，整个心理人格碎掉，整个自己碎掉，然后把那个你原来讨厌的东西，你看看。这个时候你做2个选择，第一选择，啪扔掉，重建；第2个选择，放进来，重建。第2种叫成长，第1种是不成长。认知在变化，但是有一个词儿叫灰度认知，黑白决策。今天各位，不管现在你们对这个话题心中有多少犹疑，一会儿你们是要拍下啪啪钮的，那是黑白决策。对，我们每一次自己碎掉的时候，我们要面对一个选择，我要不要把那个我不喜欢让我碎掉的东西放进来。有的人选择不放进来，好，你碎掉，然后你有2件事要做：第一，自己觉得很可怜；第2，向周围所有的人讨要怜悯，然后可以重建。不怪我，他把我弄碎了。你看我哭了，你们递纸巾吧，2排的。OK。可以，很多人这样做，但是我们知道，总有一种人会另外一种做法。我碎掉，然后迅速的把那个让我击碎我的东西放到自己身体里，然后重建。今天在座的各位和我一样，我没有参加第4季奇葩说之前，我是奇葩说的一个怎么说呢？真的叫脑残粉，真的是每次只要上线，我会守在电脑前看。为什么？因为我要享受如此高速的、高频度的自我的破碎和重建。这是奇葩说这个节目给中国这个时代带来的一个伟大的馈赠。不管对一个辩题，我刚开始是怎么想的，我知道所有的奇葩一定会讲出我没有预设过的角度，一定会让我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在过程中发生一些犹疑，那些我不喜欢的、我讨厌的那些角度，最终有的会进到我的身体。这就是这个节目我作为粉丝我对他的看法。每天晚上我守在电脑前，我公布唐娟，
我一定会多重建几次，成长的速度在《奇葩说》这个节目面前，我是惊人的。第4季《奇葩说》，我来到现场，我进来的第1天我就睡了，当然我也特别容易睡哈。就是我发现，我平时在生活中还算是一个会开玩笑的人，但是我到了这儿，我跟一傻一样。面对蔡康永、面对高晓松和马东这样特别会应激作答、会开玩笑的人，我就像一个傻子。当然，我也不是娱乐圈里的人，请来的男神和女神，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跟别人开的玩笑分寸是怎样的。在座的各位奇葩都知道，表现稍微失常，在微博上你们享受的待遇是什么？我那一天就碎掉了。怎样？把钱退给马东，然后撤掉吗？不会的，钱已经花了。没有机会退的。那当然，我还有第2个办法，就是马东、蔡康永、何炅都是流氓，我正人君子，我当然要不苟言笑，我不参与他们这么低劣的讨论。然后在奇葩这儿得不到任何同情，回自己公司啊，我是老板，随便叫进一个人来说，讨不讨厌马东？这是第2个办法。但是没办法，我这么优秀的人只能采取第3个办法，就是我碎了。什么让我碎的？我看一眼，那个我不熟悉的东西，我讨厌的东西，让我难受的东西，摊在一地。每一场都不一样，那个东西。我会临走，音乐结束，站起身形，我用一双大家看不见的手趴在地上，把那些东西摞起来，装到自己身体里。这就是你讨厌自己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成长的真实过程。你说，你选，这是不是一件好事？哎呦，好。一季节目结束总得来句鸡汤。去年去世的歌手雷昂纳多·科恩说：“万物皆有裂痕。”那又怎样？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哇！好高级！没想到您一个知识分子也这么煽情。罗老师，您拿手脸碎片的时候，我后面拿簸箕在吃。我咪咪碎，但我好开心。好，其实两边今天虽然是打着嘻嘻哈哈的表演赛的旗号，但是依然贡献了非常多高级的、让我们碎片化的观点。谢谢你们。所以，因为是表演赛，所以我们的赛制非常的简单，也没有什么结论，也没有第二排，没什么。观众们直接来锁票。来，各位，如果更加喜欢我们4届奇葩之王的表现，按红键；喜欢导师们的表现，按蓝键。各位，请选择。3、2、1，停。好，先不揭晓结果，我先来问问春春，今天你碎了吗？有点儿。有点儿。对，因为我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挺坚持自己观点的人，算是一个挺轴的人，而且我一直认为就是说，我应该要成为我自己想成为的人，我不会因为很多东西去妥协。但是我觉得，今天老师提供给我的思维，我是不是局限了我的某一些方面？我是不是没有那个裂痕，没有让更多的光照进来？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受益匪浅的一个命题。
其实你冷静的想想，我从05年见到你，到我今天坐在奇葩说的这个一席上，就咱俩，你已经让自己的生命透进很多光了，真的。揭晓结果之前，我也说说我的想法。我并没有准备煽情。你要站在哪儿啊？啊？在哪儿？就在这儿，没有，我只是准备像马东那样，找一个那种特别感人的开头，然后念广告。是真的，我本来有一些感想，但是真的罗老师刚才那番话一下就，真的是让我刚才看了一眼马建岳，然后我突然用嘴型跟他说，我说听他的话我好难过，马建岳也点头，就是那种就是面对成长的。每个人都会有无奈嘛，甚至有恐惧。但是罗老师刚才说到最后，真的是让我觉得特别，心里觉得特别温暖，特别有安全感。后来我突然想，我40多岁，我在马建岳身上找这种感。我真的是一个把自己保护得太好的人。我说我念旧，我长情，但其实我一直在我自己熟悉的工作岗位上。做着20年不变的事情，来奇葩说真的是我觉得学到特别多东西，所以我特别感谢。我从一开始的时候，我学着马东念广告，我念得特别不好。中间大家注意到有一段我交给马老师，因为我觉得我必须这么爱这个节目，我必须让喜欢这个节目的每一个人都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一切。比如说你喜欢马东念广告，那就让马东来念。所以这一季有很多时候是马老师在帮我讲，其实这是议长的工作。所以最后一次让我深情的来感谢一下我们的赞助商，好不好？是的。哦，这也卖得出去。那哥们儿，我就不说那个名字，你可以多细长一点来。谢谢咸鱼。玩的不够大，别喝美年达。所以呢，这一季我玩的这么大，我们大家都值得今天晚上庆功的时候多喝一点美年达。